Hello，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大直小老板。这一次我们有很特别的来宾，那就是呱呱。如果今天顺利的话，呱呱还在那里，然后陪我一起录音。如果不顺利的话，今天你们在麦克风，你会听到很多阿瓜捣蛋的声音。如果说您是听 Podcast 的观众的话，今天陪我们录影的是一只鹦鹉，它的名字叫呱呱。今天我们请呱呱来陪我们讲什么呢？讲台湾美甲入行的陷阱。我们来讲台湾美甲入行的陷阱这件事情，呱呱非常的了解。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的电鸟嘛，对不对？不过今天这个主题我可能会稍微晃神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 podcast 其实它的大纲跟内容，我大概是在2个礼拜前写的，我现在根本就忘了一干二净，没有时间再去蕊稿了，我们就直接开工了。好了，来。台湾美甲入行的陷阱，基本上我把它分成3大部分是台湾美甲入行很容易碰到的问题。这也是最近有很多人咨询问我啦，或者是透过各种管道来问我，为什么我开店之后这么不顺利？发现美甲没有这么好赚，可是你们怎么过得这么好呢？那是因为台湾美甲入行其实是有陷阱的，而这些陷阱大部分是为了拐骗新人来上课买材料、装潢加盟或者是拐骗新人来签约当廉价劳工。先不管这个，我们来管的事情是美甲入行的陷阱，而且一样要来剖析它。希望听到的人不要犯一样的错，记得要避开这些陷阱。好，那有哪3大呢？第一大就是基本功不够，练习也不够。第2大就是呢，这个美甲这一行入门之后，你会发现进修非常的困难。第3个问题是创业与行销的金额颇大大到我们当初原本想都想不到。不是开店就有钱可以赚的。那尤其是基本功练习不够这件事情是很大条的事，每个人都做的没有比较好，也没有比较差，感觉上大家都差不多，普普通通，所以导致呢，每个人都做什么699、399、499，大家都赚不够，因为不够精致，品质不够好。那也因为练习不够的原因，所以说会有很多的纠纷把客人弄受伤啦，客人只要弄坏啦之类的，那很多求偿的问题。再来是这个入门之后进修很困难，这部分当初是完全没有想到的。这边要提一下，一个好的美甲师他赚的钱并不少，在市场上面赚的钱并不少，然后再加上在台湾普遍觉得教学要很便宜，所以说大多数像样的老师或者像样的美甲师根本不想要开班授课，根本不想教学，因为我们做客人真的比较好赚。尤其像我们李宝贝已经做起来的，而且有 SOP 的我们觉得开店真的太好赚了，教学真的太难赚了，说认真的所以说导致入门之后，我想学中阶的东西学不到，也许勉勉强强也可以学到了，花很多的钱也可以学得到，可是你要学高阶的东西，像是指甲矫正，你根本学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想教，我们也没有时间教。那如果你真的要我们教可以，可是那个金额可能是非常巨大的。再来是创业与行销金额颇大，这个也是很多人问我的问题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种状况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想要学美甲的人保持的一种就是我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创业的概念。是的，也许你今天花了1万多块就学会了美甲，甚至是资讯局还不用钱，然后你可能只花了3万5万就把所有的器材都买好，原料都买好了。可是是的，是真的是可以做指甲，真的堪用可做，但是你可以发现到，等你真的开店之后呢，根本没有生意，因为你的朋友根本撑不起你的生意，朋友也不会花这么多的钱。那这时候你就要行销，行销成本一统，你就发现哇，都是5万10万才砸的都是一个单位5万，一个单位10万的。那甚至是如果说你今天要创业，像是你要变成美甲店，或者是变成一个独立的美甲工作室的时候，这个时候随随便便装潢，随随便便家具买一买，家具就几十万，更不用讲装潢通常装潢都要破100了。所以这会让进入这一行的人一开始是抱着花小钱赚钱的概念，但是后来发现哇，原来创业跟行销这些金额基本上和其他行业是没有什么大差别的。是的，没有错。那所以我们讲完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接下来要一项一项的好好来聊一聊造成这些陷阱的最主要的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大问题，台湾学美甲的困境。台湾学美甲的困境，学美甲最大的问题，目前最大的问题当然是美甲全科班越来越精简。我们刚开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美甲全科班，是需要300个小时。真的是2008年那个时候，美甲全科班的标准是300个小时。300个小时的学习，非常认真，令人满意了。当然，可是那个时候学美甲一堂课可能要10几20万，然后加材料费20万跑不掉。那个时候美甲全科班真的很棒，大家认真学完半年之后，的确是有直接开张的能力。也就是说，水晶啦、凝胶啦、保养啦，各种基本的处理啦、基本的艺术指甲，其实都可以完全胜任了。而且那时候半年之后，应该也已经处理过好多 case 了。而且以前的美甲全科班还会要求你做一大本作品集，除了作品集之外，还会要求你做很多的真人留下照片、留下影片、留下前后对比，然后让我们这些商家我只要看了作品集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能力到哪边要不要使用它。可是现在此时此刻对各位如果输入美甲全科班，可以发现美甲全科班的定义非常的夸张有30个小时的，还有10个小时就说自己学了美甲全科班的，10个小时10个小时。非常好，10个小时，我一天打电动的时间可能都超过10个小时。10个小时怎么学美甲呢？所以这就是美甲全科班越来越精简导致于我们练习不够咯，能力不足，练习不够，所以说现在新人越来越弱。所以有些人会问说，奇怪了，我学了很多，我学完全科班了，怎么搞的？我实际上的时候发现，哇，怎么输别人输这么多？那是因为你的全科班真的太精简了。那为什么这么精简呢？当然是这个补习班的考量咯，这个我也不好说。好，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那就是中阶以上的没人教。中阶以上的没人教，这问题也很大。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那就是目前台湾做指甲的环境当中是缺乏好的美甲师，所以好的美甲师在市场上面是有很不错的价码的。这是为什么别人说做指甲有2-3千块、4-5千块做一份指甲的。对，这是实话我们偶尔我们这边也是这样子在收钱的，这是实话。可是当然也有人做299的指甲，为什么？能力的差别。同样的道理，就像剪头发一样，厉害的剪头发店剪一个头发1万块，对吧？就是大家爱美的女生应该都知道是哪一间剪个头发1万块，而且还很正常还约不到。可是呢，便宜的快剪100块快剪就可以剪一个头发。你看中间也是差100倍我的头发差更多，我们指甲还好指甲大概差个20-30倍，好的跟坏的差20-30倍，其实我觉得还 OK 可重点在于比较好的美甲师他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心力去教那些中阶的技术，更何况是高阶的技术。因为说句实话，当你今天做个客人可以收4000的时候，不要说4000，2000好不好？花1-2个小时收2000的时候，你怎么会去教书呢？教课的话，通常来说钟点费至少要比做客人高好多倍你才会去教课嘛。那这个一个老师1个小时收3000块，我想可能被大家骂翻吧。对咯，基本上在台湾最常见到的事情是，大家可能中阶的课程吧，大家愿意1个小时付个500块吧，然后高阶的大概1个小时愿意付个1000块，这是顶了。可是对于真正有些能力的美甲师来说，根本不可能做，因为我们做客人赚更多，而且更好玩的事情是，做客人还可以让客人以后永续的回来，永续对，做得好，客人会永续，是要持续下去的，我们就不用再去找新的客户。可是我今天教开课我不但学生会流失还得替换，还得花钱去广告只要招学生之外，学生也有可能开店跟我对打抢我的生意，所以中阶以上的没人教，的确是情有可原。那怎么办？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除非有人愿意付出比较多的时薪去请老师，否则的话，这个中阶以上没人教的问题会持续下去。如果说今天有美甲师愿意收少一点钱来教书也可以，我想总是有那种已经把自己眼睛或者把自己的腰背或者手腕搞坏的美甲师愿意来教这些中阶或高阶的技术，是有可能的。可是这些老师可能眼睛也花了手也没那么巧了，所以他教的技术教的能耐也是很有限的。这也是回到刚才说的中阶以上没人教的问题。好，那我们再谈下一个，就是没有店面实习机会。
没有店面的实习机会。现在我们在美甲补习班上课的时候，各位可以发现到，现在的美甲补习班只做甲片，真的是只做甲片，真人根本不碰的。真人他们偶尔可能找个朋友碰个1-2次，当做练习，就当做他们学会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你今天要面对的是别人的真实的指甲啊，各位如果当消费者的话，想想看。今天一个美甲师，他只碰过5个真人的手指头，然后之后就要帮你做指甲的时候，你怕不怕？当然怕。先不要说这个了哈，光是剪头发又谈到剪头发了。今天要找一个人帮你剪头发，你是不是希望至少他剪过100个头？至少吧哈，你也希望至少他学了半年1年吧，可能要超过哈。像我这么烂的头，我也是坚持啊，对不对？设计师没有到3年5年的，我不给你剪的啊，对不对？我们胖子头发剪坏更丑的。所以说，当你没有实习的机会，当你没有大量碰真人的时候，你处理指甲的技术自然就会变得非常的肤浅。不管你看了多少的 YouTube， 不管你看了多少的书，不管你看了多少的作品啊，你总是没有碰过真人，因为美甲毕竟是住在什么真人手上的嘛，对不对？那在台湾有个很头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没有店面实习制。好，在台湾没有实习制。也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人来你店里面的时候，我就得付他薪水，并没有那种他来我店里面，然后当免费的学徒来实习，或者是他来实习的时候，我只给他一点点钱的那种，没有，真的没有。好，我们过去也尝试过，状况也很糟糕，曾经别人自己要来当实习的，可是却引起劳动局的一个关切。所以我们这也没有任何实习的机会。像我们这样的店如果说你现在来实习的话，不好意思不是我给你钱，我还要跟你收钱，因为你会破坏我们的进度，你会偷了我们的技术，你也会知道我的客户资料。所以今天反而别人来你宝贝来实习的话，说实话，我还要跟你收一大笔钱，绝对是一大笔，我才会让你来实习。所以没有实习机会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在台湾美发业就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在法律上面有一点点灰色地带的东西，那就是学生实习美发店，然后跟学校签了约，所以说名义上他是去美发店当学生，那就可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美甲店好像就不行。当然这部分我不是法律专长，我也搞不定，那我也没有打算，我也没有能力去当台湾第一个。这就算了，那怎么办？没有店面实习机会怎么办？很简单，像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说有新的人自己付钱给我们店面请我们提供他来实习的机会这个也许我还 OK 了，也许这个问题还没解决，这是目前是一个困境。所以如果说你要踏入美甲业的话，请注意，你很可能没有店面实习的机会，你没有机会去碰大量的真人，怎么办？自己想办法搞定，然后再跳进来我们这里，千万不要随便就跳进来啦。好，再来我们谈到的事情是美甲进修的困难，美甲进修的一个困难。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在补习班很难找到这个老师帮你教中阶或进阶的课程。OK， 那没关系，那我们假设我们就不管补习班了嘛，我们管现实的生活。你今天进入职场之后的中阶美甲在职进修的一个问题。假设了今天透过重重困难终于上完美甲全科班，然后也上好该有的课程，然后也自己想办法找朋友练习，然后呢也自己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的时间，你终于是个咖了，不错，然后终于有指甲店愿意收你了，那也不错，终于可以去一个不错的指甲店上班了。好，那接下来我们遇到哪些问题？接下来遇到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店家老板不教技术。店家老板不教技术，这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店家老板不教技术，为什么？大多数的美甲店都是属于拆账制，也就是说，他今天是一个美甲师来我这边算是靠行，你有赚钱，那就老板分一点，然后美甲师分一点，我们大家把钱给拆分了。对于老板而言，他比较像是房东的概念。很多的美甲店老板都是各做各的。对不对？可能那间美甲店老板还不错，他要想办法赚一些钱，开一间指甲店，然后可能有个5张桌子、4张桌子、3张桌子，那他把多的桌子租给别人，然后去跟别人抽成互抽。那在这个时候店家老板根本就没有空理你，因为大家都要赚钱嘛，对不对？这店家老板自己也接了很多的客户，尤其是今天在美甲上面可以赚得到钱，然后去砸100-200万去开店的那些人。原则上来说，他的客户应该也很多不然怎么有钱呢？所以店家老板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教你技术，他也不想教你技术，因为如果今天店家老板把技术都交给你了，那么你会不会抢了他的客户？
会嘛？所以说店家老板不想教你，不能教你，不会教你，没空教你，这都是很常见的状况。好，那店家老板不教技术怎么办？你只好自己想办法咯。对，那就问同事嘛。那接下来遇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美甲同事不指导，美甲同事不指导的一个困境。为什么？因为在一般的美甲店里面，美甲同事基本上和你是竞争对手。客户最常会换的是换美甲师，这都跟按摩店很像嘛。试过1号师傅，再试2号师傅，再试3号师傅。美甲店也是最常见的事情，是一个客户找家里面进的美甲店，然后之后这里面有4个美甲师，他就一个个试。他们最想要，但是喜欢老板先帮他们做。如果老板没空，那么可能给第2当家，没空再给第3当家，再第4当家。所以说，在美甲师来说，每个人都是竞争对手。你的同事越烂，你就越好。所以说在经济好的时候，当然也许竞争没这么大。可像这2年，2020跟2021年这2年，这个经济没有那么景气的时候，客人没这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竞争的心态就强。那这个时候美甲师更不会教你啊，因为美甲师教你技术，他就比你弱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客人可能就会跑到你手上去。这我也不好提太多，如果各位想知道其中的秘辛，上网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美甲业同事啊，你们就知道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再来提，功力好的老师很贵，功力好的老师很贵。既然补习班搞不定，无法学到中高阶的技术，现场工作也学不到，那怎么办？只好去外面学嘛。可是去外面学，我们刚才提到了，功力好的老师很贵，而且也不是你想学就给你学的。最近我们的频道因为拍美甲课程系列，所以有很多人来问我课程，尤其是问这个指甲矫正的课程。那我坦白说，我那时候开出的是一个蛮高的价位，非常高的价格，极高。不好意思，不骗各位哈，我开出的价格非常高，我自己都觉得很高。可是说实话，这个价格不管开的再高，都不符合我们来教学。我只想说，好吧，那我牺牲一点营业额，然后教学教看看教完学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心得，怎样的收获。所谓教学相长，所以对我来说，我只是不要赔太多而已。可是那个金额都已经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了。当然了，再来就是有不少人跟我约好年后就要来开始这个做比较深入的一个学习啊。虽然他们愿意提供几10万的费用给我们，可是说实话，真的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很犹豫因为实在是不想要让他们去破坏我们日常的安排跟行程。也就是说，功力好的老师很贵，而且即使很贵，他们还不愿意教，因为大家都有大家的生活嘛，对不对？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生活的平衡更重要。那赚钱是赚那种偶一为之的钱是一件小事情啊，我希望维持的是长长久久。尤其是这样，对我们指甲矫正来说，我们的客户通常跟我们建立关系都是大概1年左右，所以对我们来说做客人不但稳定、安心、安稳而且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所以功力好的老师不但很贵，而且也很难瞧，然后他们也不一定会教你们。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像我们会的是指甲矫正，那我们是不是教一个就多一个竞争对手？对对啊，那我今天如果教100个是我竞争对手，那我未来不用吃饭了嘛。所以这也是我们会犹豫的部分。好，怎样的阿瓜？今天因为你我一直无法好好讲 podcast 呢，把你上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害我今天讲话一直不是很稳定。对，乖乖叫耶，乖乖叫。好了，接下来我们快速讲一下开指甲店的难处。开指甲店的难处，第一个，那就是器械、家具、装潢都超贵，真的超贵。当你还是开这个小店的时候，当然觉得没什么，买个便宜的咯，不用那么好看的东西。可是当你开店的时候，就会要求外观嘛。那好的美甲桌1万，1万还算便宜的嘞。家具嘛是吗？至少你要买 IKEA 的吧？IKEA 是最低阶的了，IKEA 随便买也是好几万。然后再来装潢，墙壁总要漆吧，对不对像这种柱子总要修饰一下吧，对不对？灯总要弄一下嘛，后面的墙壁弄一弄啊什么的，这些弄一弄不好意思，装潢几10万，一定要所以就超贵。那这一些金额随便找一项都远远超过这个外面一般坊间美甲全科班的金额了。我最近看有那种1万5就有美甲全科班30个小时，还包材料，这太便宜了，真是太便宜了。所以说装潢就这么贵或是这种油漆上去之后，油漆好像要花8万吧
包含10万，美甲用了比较好的漆，还可以吸收那个味道。好，所以装潢很贵很贵，超乎你原本的想象。所以说，当你想要把自己弄得有点样子，然后收比较贵的钱的时候，会发现，每个都是钱，每个都是成本，根本没有花小钱赚大钱的这种事情，完全没有。好，再来，入行之后啊，另外一个难处是美甲服务缺乏特色。好，这也是综合刚才前面所提的嘛，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有初阶的技术，那比较认真的那种，可能花钱花时间学到一点点中阶的技术。可是如果只是初阶或者中阶的技术，那就意味着你没有特色，因为所有的特色毕竟是高阶的技术嘛，比较深的技术，比较难的东西嘛，你才能够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你才有特色，你有特色才能够开了店就有人来，对不对？下一个 topic 的重点，来，没有能力宣传，没有能力宣传。如果说你今天你的店没有太明确的特色，没有很鲜明的旗帜，那这个时候你只能靠宣传去补强嘛。没有特色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够打什么价格战啦，打价格战，那你可能就只好699不行，499、299，或是你今天不要做这件事情，可能你又不想降价又不想降价，那只能靠宣传来补强，那就只好砸广告，随便砸像 Facebook 来讲的话，一个点击10块嘛，你要想拐到一个客人来，至少也要100个点击咯，1000块。所以平均你每招到一个客人你大概要花1000块的这个宣传费，就是你每招到一个新客户就要花1000块钱的成本这么说起来的话，那一天1000好了，一天1000，一个月就要3万。再来是他们点进来之后是不是有内容内容总要写吧，那要不自己写，要不请别人写，那也都是钱。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照一般的流程，就是自己都不会宣传，自己也不会写东西，自己也不会做这些的话，你光是一个客人平均就要花1000块钱的成本才能把他们吸引进来。那假设你今天是这个广告奇才，好，那你可以把你吸引客的成本再降低，可能一个500，假设一个500好了，那也是很贵啊，也是很贵。如果今天招客人的成本一个是500块的话，那你想想看，以699的市场行情价来讲，699你可能只赚1/4嘛，1/3，699可能赚200块吧。换句话说，客人要来3次你才能回本如果客人不来3次，你就回不了本的耶。哇，你看多难赚，真的很难赚，认真说。所以说宣传也是个大问题，或者是宣传了之后你就没有钱可以赚，这也是大问题。所以这也是在指甲开店的时候就要先想好的，你未来要怎么宣传，宣传费要怎么走。当然啦，如果在前期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有特色，那也 OK。像我最近看到一间很可爱的小店开在林口，它的特色就是它只做水晶，它就只做水晶，现在已经没什么做水晶了，可是水晶有很特殊的小市场，它就只做那个，而且好像只做某个特殊的群体某个特殊的群体，它有特色，它有针对性，它开了店，它就有基本人群，那就活了下去，那就 OK。所以要不你就是有能力不用宣传，要不就是你要有能力可以宣传，这都是取舍不管每一项都是什么钱，对，技术也是钱买来的，也是钱练习来的嘛。不管怎样，都是用资源换来的。怎样可以换到最合适的资源？这是我们创业的时候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我们回到这个最主要的台湾美甲入行的陷阱。台湾美甲入行的陷阱，我刚才说，台湾美甲入行有3大陷阱。第一个，学美甲的困境。第二个在指甲店工作的时候在职进修的困境第三个事情是，当你自己跳出去开美甲店或开工作室的时候，开美甲店的一个难处。我觉得这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程度都有不同的陷阱，所以在踏进去之前就要有个心理准备，或者有个计划，我要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像大多数开店失败的人一样蒙着头就冲进来，那失败率会很高大家在这边我不想要当一个跟你们说哇美甲好好赚花小钱赚大钱的这种行业，没有，不是的。它有很多的陷阱跟很多的困难，你在一开始切入这一行的时候就要知道后面会遇到某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解决。最简单的就是钱来解决，如果说没有钱来解决，那就要靠时间来解决。如果没有时间怎么办？那就要靠你的恒心、毅力，还有你天生的天赋来解决。这部分一环扣一环，所以美甲没有这么简单美甲入行有很多陷阱，记得
当然啦，有我漏掉的，或者想跟我讨论的，或者你觉得我不正确的，都欢迎你在 YouTube 下面留言，和我批评指教，和我聊天。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私讯我只留2句话的话，不好意思哈，你问我问题问的越简单，我回的就会越简单。你问我问题问的越深入，我就会回的越深入，这都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好了，欢迎大家来跟我讨论哦，拜拜，我告诉拜拜，拜拜，拜拜。哇，呱呱好可怕啊！咬着我全都是紫血，你看地上都是它咬烂的东西，果然是可怕瓜嘛。